通敌叛国的孽障，竟敢毒害亲堂姐，陷其昏迷！我不是在给犯人催眠吗？这是穿越了，还是个三堂会审的死局。既不说话，这便打杀了你，祭告林氏宗族！来人，乱棍打死！我可是练过5年格斗的。我一个犯罪心理学专家，还能被你们这群古代人给陷害？我无罪。哼，不知死活，把人证带上来。小姐因记恨烧纸被骂，把毒药混进玉米糕，让奴婢拿给大小姐。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！单肩微抖，频繁吞咽口水。人在回忆真实记忆时，眼球会向左上微动，这在心理学上叫视觉构造。他在撒谎。那你去拿糕点，路上遇了谁？用了多久？遇了东厨孙大娘，往返用了1刻钟。撒谎！你说1刻钟，去东厨足足2里地，他飞回来的吗？说。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去见了谁？毒药是谁给你的？不是我不能连累我的阿爹阿娘。竟敢污蔑我镇远侯府未来主母！青儿，你受苦了。镇远侯世子，我的未婚夫，这深情人设演的倒是不错，可惜微表情骗不了人。多谢世子。来人，把那个贱婢拖下去！求求你们，饶了我吧！大伯，现在您还认为是我下的毒吗？这丫鬟分明是颗棋子，真正的凶手就藏在我们中间。给我3天时间，我必揪出真凶。荒唐！一介女流懂什么查案？林伯父，查案这事，我与江世子一同为林小姐做个保，不知可否？一个是镇远侯世子，一个是当朝大儒之子。好，就3天。3天后，如若抓不到真凶，林知清，大罗神仙也救不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家小姐根本不是这样的。她对原主的极度忠诚导致了护主恐惧，心理学上的最高级别防御应激状态，这是个突破口。我是知青，但我失忆了。一睁眼就被杀，我家小姐怎么这么命苦啊！快请起！小姐，你父亲林从容乃是大圣战神望舒侯，5年前他被奸人诬陷通敌叛国，林家大义灭亲，抛弃了他。这锦盒是他留给你的唯一遗物。看来原主在林家的地位很微妙啊，父母双亡，罪臣之后。青儿，我听到哭声，你还好吗？还有一个不安好心的未婚夫。嘘，世子，我一切都好。府医查过，玉米糕没毒，茶水也没毒，屋子也一直没有开过。密室，只要是人做的，就没有完美的密室。那是什么？有时黄金玉米糕，南诏杜鹃云针茶，终南山西皮漆茶具。大伯派来协助我办案的事务，是有什么消息了吗？出现这样的表情，看来是坏消息。青儿，碧落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是毒烟。那碧落嘴里一直藏着毒药，看来他是想趁着有人审讯时释放毒烟，同归于尽。看来这碧落的毒烟是冲着我来的。你不过去看看，碧落死了，你探清真相的阻碍又大了许多。人已经死了，
过去看了有何用？我明白了。堂姐平日里喜欢喝什么茶？泱泱小姐平日里多喝花茶，尤其不喜冷茶。把院子里的人都叫过来。另外，花园里最近有什么人来过？昨日一早，院里在放风筝，老远就能听到声响，甚是热闹。看来知青小姐已经知道凶手的身份了。你，出来！当日使用的西皮漆茶具是否都清点入库了？当然。鼻腔收缩，看来很紧张。那套茶具一共有几只茶杯？5件头，1壶2杯2碟。撒谎！册上明明记着湿皮漆茶具是7件头。我没有毒害小姐，我家老母亲病重，我实在是没办法，才拿了一只去变卖。我早就看你不对劲了，这下可算逮着了。求小姐饶命！看来就是这小厮了。你觉得呢？桌上的2只西皮漆茶杯，一只在小厮那里，我猜还有一只在你那里。陆公子不要血口喷人。桌边的茶渍量小，显然是收拾时不小心造成的。你的鞋与后方有一小块茶渍，你一直攀咬小厮，正是想摆脱自己的嫌疑。陆怀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我当时放风筝口渴，遇到打扫的嬷嬷，从他手中讨了盏茶喝，茶渍是不小心沾上的。银针变黑，都是因为你嫉妒我长得花容月貌，所以将我送给丫鬟，还不让我进院，是不想让他知道我。你错了，偷盗之事无关容貌。知青小姐，我知道错了，饶了我吧。既然凶手已经伏法，此事便了了。慢着，从丫鬟那里搜出来的有毒的茶盏，并不是西皮漆茶杯，凶手另有其人。青儿，你可知我们只有3日时间，不如先结案。林小姐，何以判定凶手另有其人？最后一只西皮漆茶杯还在这个房间里。那博古架那么高，杯子怎么会长腿自己跑上去？会不会搞错了？杯子不会长腿，但有人可以给它装上翅膀。这个博古架内藏不了人，茶杯会动，是有人在窗外拉线。说说吧，是谁教你用放风筝来销毁罪证的？我那天只是路过花园，顺道给姑娘们带口水喝。我一个老妈子，怎么会知道什么茶杯、风筝下毒的？没错，你确实没有下毒。西皮漆漆液，这生漆会致人身上长癣，痛苦非常。不对啊，这茶杯好好的，怎么会有生漆液呢？堂姐习惯喝热茶，热茶的温度导致生漆融化，而这一切单纯只是为了嫁祸给我。说，是谁指使你的？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们林家人都该死！不好，他服毒自尽了。青儿，线索断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谁说线索断了？死人比活人更会说真话。这是杜鹃花，花色发白，不是普通的杜鹃。去，请大夫到正厅。
这是白花杜鹃，花蕊有毒，服用过量可致人昏迷，甚至死亡。所以泱泱不只是生气过敏，还中了白花杜鹃的毒。赵嬷嬷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周全的计划，背后一定有人指使。四叔四婶，静雅妹妹在哪里？西皮七茶具是你送的，杜鹃排茶也是你经手的，你为什么要毒害堂姐？我害她的人是你林之清，为什么中毒的不是你？静雅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娘，你知不知道父亲书房里挂着谁的画像？是这个贱人的母亲，他母亲勾引父亲，害得父亲对我们不闻不问。我要让他女儿也尝尝被踩在脚下的滋味。所以你一开始想毒杀的是我，没想到堂姐中毒，所以你又嫁祸给我。你该死，你和你母亲都该死！父亲，你眼里从来没有我和母亲。林静雅毒害堂姐，即日起送回汴梁，永不许再踏入圣定一步。老爷，堂姐的毒解了，凶手也找到了，但林家这潭水远比我想象的要深。停一下，我想下去看看。这个朝代啥都不缺，火锅奶茶都有平替。留给穿越女的金手指是越来越少了。姓陆的，我至今尚未婚配，你何必侮辱我？花小姐，你的病症特殊，我怀疑是有人在你皮肤上抹了秘药。志清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有哪里不舒服吗？这人长得跟陆怀有7分相似，8成是亲戚。我方才听到你们的谈话，这位小姐平日里是不是随时随地需要有人陪在身旁？入夜后也要丫鬟陪着才能睡觉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有没有听说过皮肤饥渴症？皮肤饥渴症？你们是不是以为只有身体会得病？环境、情绪都会影响人的精神状态，时间长了，大脑就会不堪重负，这叫心理疾病。那淮南王妃的小世子不爱说话，大喊大叫，对，那叫自闭症，需要有人陪伴引导。那皮肤饥渴症能治吗？能。李挪一支，扶孙一指，月宝一指，你心肠怎如此歹毒？用动物入药太过残忍，我不答应。这不是让你去抓药，是让你养宠物。那是定金。花小姐慢走。看来心理诊疗，古代人也很需要。老娘要暴富了。小青儿，你这医馆不开方子不抓药，就摆个卧榻挂个牌子说医心，是不是真的？别急，高端局讲究3年不开张，开张吃3年。林之清，你真的是神医，我的那个什么肌肤饥渴症好了。以后在京城，谁敢动你的建心堂，就是跟我盛京花家过不去。明日春日宴务必要来。建心堂需要客户，这春日宴来的真及时。哎呦，这不是三无千金林之清吗？无家世，无才情，无品行，你一个罪臣之女是怎么混进春日宴的？怕不是死皮赖脸追着镇远侯府世子来的吧？礼记有云：无声之乐，无体之礼，无福之丧，此之谓三无。郡主夸我内有灵魂，大道无形，知青不胜感激。不过郡主的书怕是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吧？贱人，敢骂我！小心！
青儿，你没事吧？这两人有猫腻。世子，我先前看你走在陆公子前面吧，怎的不舍得替我挡着一盏热茶？青儿，我知道你最近受了刺激，心思敏感，但你怎能如此揣测我的真心？林之清，你这个白眼狼，世子护着你，你竟敢当众羞辱他！真心？好，那我就让全京城看看镇远侯世子的真心。郡主，您这红宝石怎的和世子腰间的玉坠饰竟似一对？这种西域特供的血玉，全圣京只有一套，听说这可是给镇远侯府未来主母的聘礼，怎么竟先戴在郡主身上了？这不过是巧合。林之清，你莫要血口喷人！青儿，你为了陷害我，竟连郡主都要一起拉下水吗？这太让我寒心了。心理学上有个原理叫协同否认，如果他们是清白的，听到我的质疑，第一反应应该是疑惑，而不是愤怒。青儿，既然你认为我与郡主有染，这块玉佩我当众毁了，以证清白。林姑娘，你说这玉有问题，不如交给懂行的人看看，也别冤枉了世子和郡主。陆公子所言极是，许是我看走眼了。今日是春日宴，何必为这等琐事坏了兴致？林家姑娘，你母亲当年也是京城一绝，到了你这儿，老夫人，您不知道，这林家小姐毫无规矩，竟抛头露面去开医馆赚钱，实在是不知羞耻。开医馆又如何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。女子若只知内宅争斗，那才是真正的不知羞耻。林家姑娘倒是有趣。今日春日宴，大家抽签比试，你若能拔得头筹，我不仅赐你一副偏额，还当众认可你的医馆。反之，你必须当众向郡主道歉。老夫人，这不妥。青儿她一言为定。天哪，是狼羊游戏！林之清这种草包怎么可能玩得明白？狼人杀，妥妥的心理学家的舒适区。我是杨国师，他是狼。郡主，你手抖了？胡说八道！我就是杨国师。郡主，你的声音不难听出颤音。真正的杨国师，此刻应该是全场最笃定的。我想，陆公子应是这局的杨国师。狼杀羊的时候，我听到了林小姐衣衫的声音，她分明就是狼。既然你要演，我就陪你演到底。你一直在帮郡主说话，因为你和他是一伙的。这局不是你们投我，是我带走你们2只狼。第一轮，林姑娘胜。这个林之清变得不一样了，看来是不能留了。林姑娘竟然又全猜中了，她到底怎么看出来的？不过是些旁门左道。郡主若输不起，下次别玩。趴下！陆环，有人埋伏。
不对，什么不对？刚才那一剑，若真想杀我，不会失手，而且从始至终，他们都在逼近。不好，他们真正想杀的人是乐师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什么都……望蜀侯，冤！他知道望蜀侯，而且他在害怕。乐师竟然是个信使，看来这信上的内容事关重大。什么样的信，需要派这么多刺客？刚刚若慢一步，你已经死了。若再快一步，你也已经死了。总不能看着你死。伤口不浅，宜静养。林姑娘在关心我。我是怕你死了，南月找我麻烦。习武之人才会在这里留下痕迹。世子，一切已安排妥当。望舒侯的案子，他迟早会碰。动手吧。声音不同，想必其中有夹层。父亲留这东西时，定是藏了什么。谁？是我。你怎么来了？关于望舒侯，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望舒剑。这铜镜的夹层里应该有东西。倘若真是如此，若强行拆开，可能会有损毁。蒸汽。有字。这是望舒侯旧部的联络码。能看出什么？林姑娘，可有圣定地图？这些数字指向一个具体方位。西郊废弃军械库，先前你那丫鬟在牢里自尽后，我去看过现场，我怀疑是有人想杀人灭口。背后的人怕碧落说出更多。看来有人在盯着你，或者说是望舒侯。我们得快，在他毁掉所有证据之前。知青小姐，府医来报，洋洋小姐醒了。明日，我们去西郊。这是什么？
镇远侯府。这里虽然荒废了很久，但有人近期来过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刚烧毁的账册。他们想灭郑，但耶玛还在，应该就在这里。这些名字是当年经手军粮的官员。哭了。军粮调换，朝中有人。这个暗器，这绝不是普通文人的身手。你到底是谁？以后你会知道，又有人来了。把账册交出来！跟紧我。这身法干净利落，完全不像普通世家公子。走。怎么了？前面有陷阱。你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那你呢？究竟藏了多少秘密？你的虎口有长期握剑留下的茧，呼吸频率也与寻常人不同。你的暗器是听雪阁，江湖第一情报组织。所以你故意接近我，其实是想调查望舒侯。是，5年前望舒侯案，我父亲曾参与调查。望舒剑里的联络码，军械库里的账册，都是听雪阁在暗中收集的证据。我们怀疑镇远侯府，于是便想着从与江流有婚约的你入手，但后来我发现你和我想的不一样。既然如此，合作吧。你查幕后黑手，我查我父亲的真相。成交。不好！怎么了？快，我们得回去了，有人提前回京了。林姑娘，老夫人说话算话，你在春日宴上可是拔得了头筹。看这匾送的真气派。林姑娘，我夜夜失眠，总觉得有人要害我。大师说我这是中邪了。你不是中邪，是焦虑症。焦虑。夫人，请您闭眼，回忆一下你最害怕的时候。自从夫君纳妾后，我日日担心被休。你不是生病，是压抑太久。你回去后，
每天睡前需在院中跑个10来回后沐浴更衣，方可入寝。暴食症、失语症。谣言惑众，什么情绪病，简直荒唐！一个3无千金也敢动摇太医院地位，若任他继续下去，百姓以后还会信太医院吗？林姑娘，太后有请。殿下这是中邪，需立刻驱邪镇魂。已经折腾3日了，为何还是如此？太后，林姑娘到了。林姑娘，小皇子的病回避、惊涌、应激尖叫，是创伤后应激障碍。别怕，没人逼你。上沙盘。我们玩游戏好不好？这是你的房子，你想把谁放进去？血，好多血！没事了，现在很安全。不要杀我！皇儿说话了，终于说话了。小皇子，这是 PTSD， 后续可以通过接地练习来缓解。谣言惑众，什么 PTSD， 闻所未闻。没听说过就不存在吗？不，只能证明你们无知。林知卿一心有功，赏。谢太后恩典。他竟入了太后的眼。世子，是否提前动手？今晚收网。太后赐金牌，肯定有人坐不住。看来今夜会有大老鼠。保护林姑娘！这种吃惊暗纹，别追了，我知道是谁。这是郡主府独有的金丝。平宁郡主，他没这个胆子，也没这个能力。真正想杀我的是我那深情的未婚夫，郡主只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。你准备怎么办？他一直在演，我就逼他自己私下伪装。你要引蛇出洞。他知道我在查传说侯的案子，知道我手中有铜镜，只要我露出破绽，他一定会亲自出手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所以我需要你。刘玉哥哥，太后赐下金牌，他以后更难对付了。所以，他活不过今夜。谁？
是你，江流雪，你终于不装了。我装了这么多年，偏偏是你，让我差点功亏一篑。流云哥哥，别跟他废话，杀了他！军械库的刺客是你的人，碧落也是你灭的口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比你想象的要早。我等这一刻，只是想看看你到底能演到什么时候。哦，既然你知道了，那也不必再留你。你觉得我真的会什么都不准备就来？世子，外面有埋伏，我们的人被缠住了。设局，只许你杀人灭口，不许我请君入府。你以为我只会跑吗？陆怀，陆怀，你真要为了他与镇远侯府为敌？世子或许还不知道，今日早朝，户部已经开始清查兵部近5年的边关粮饷账目了。那份血书，现在可能已经送到了殿下的案头了。流云哥哥，林之清，今日之辱，我记下了。请便。伤着了？没事，他松手比我预想的快。你刚才那几下，谁教的？以前跟父亲学过一点防身。镇远侯府，是时候清算了。镇远侯，小女特来归还定情信物。退婚？戏话！你一个罪臣之女，也配提退婚？婚约本就两情相愿，如今我不愿，自然作废。林之清，你不过是攀上陆怀才敢如此放肆！我早听说你与陆怀不清不楚，果然不知廉耻。侯爷说我与陆怀不清不白，证据呢？倒是世子与郡主频频往来，甚至有定情信物，这才叫不清不白。你胡说！你撒谎时，右眼总是会不自觉的抽动，现在也是。胡言乱语！我这里有份东西，不知世子认不认？过去3个月，世子共7次深夜出入郡主别院，时间、地点、人证俱全。陆怀，你监视我！若世子未做出对不起林姑娘的事情，又怎么会有这一出？世子，你腰间那枚血玉，今日怎么没带？镇远侯若执意这纸毫无意义的婚约，那么明日我想坊间巷口的小娃都会知道世子与郡主这对佳人的故事。逆子！林之清，你想清楚！从今日起，我与你再无关系。林之清，你会后悔的！后悔的人只会是你。望叔侯旧部行事极谨慎，若对不上暗号，我们今晚走不出去。你们是谁？我乃林从容之女林之清。
侯爷独女，你怎么证明你是真的？血压北关3000里，血手后书12成。小姐，侯爷有留下什么信物吗？望叔见归位。参见小姐。父亲因何会留下这样一支力量？ 5年前，侯爷奉命押送北境军粮，可军粮半路被调包，真正通敌的定是朝中高官。父亲，侯爷绝不可能做通敌叛国之事。这是望叔军残部兵符，侯爷临死前交代。 若有一日小姐带着望舒剑来寻，便将她交给您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便是真真正正的林之清了。望舒就步，愿听小姐号令。你现在已经找到你父亲留下的旧部。 接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有人来过，我们暴露了。林之清。 那位大人说的对，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。父亲的旧部暴露后，真正通敌叛国之人定会现身。听雪阁监控发现，江流运不定期会去城郊废庄，那里偏僻。 适合密会。今晚动手，一旦失败，我们会同时被灭口。可这是离真凶最近的一次。我会让人提前在废庄外围布控，若遇变故，他们会引爆烟弹，掩护我们撤离。好，至少先会一会，看清他的脸。 这么久了，怎么只有他一个人？再等等。世子，附近没有发现异常。不等了，林之清已经拿到虎符，还有陆怀在帮他，这俩人必须尽快灭口。不好，有人提前埋伏。 走，暗处有听雪阁的人接应。这是，你认得？这是内河暗令。 当年参奏你父亲的证据，能绕过三司直达御前，没有内河点头，根本做不到。所以握刀的手在内阁。看来是的，而且此人位高权重，隐藏极深。江流云背后的那个人，我一定要把他揪出来。
这枚令牌的主人反侦查能力极强，我们查了整整3天，所有的暗桩全动了，线索却像被人用刀凭空切断了一样。镇远侯府这几年贪没的军粮至少有几百万两白银，这么大的一笔钱不可能凭空消失。内阁那位幕后黑手，看来有一双极其隐蔽的黑手套在帮他。黑手套？盛京地下黑市一直流传着一个叫流氓的黑市掮客，此人专门替达官贵人处理见不得光的产业和脏钱，但他行踪诡秘，传闻他精通奇门遁甲和西域幻术，见过他真面目的人都死了。幻术，装神弄鬼，不过就是心理学中的高级催眠和心理暗示吧。那就找到这个黑手套，看看狐狸的尾巴到底藏在哪里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慢慢说，天塌不下来。四爷被大理寺的官差所拿走了，现在整个灵府已被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四叔，他向来谨小慎微，能犯什么事值得大理寺出动？四爷昨夜在千金阁喝花酒，为了争夺花魁，把千金阁的老鸨给毒杀了。现在四爷已被打入死牢，明日就要提审。一个青楼老鸨的命案，按理应该归京兆尹管，什么时候轮到大理寺越权拿人了？大理寺卿周崇正是内阁首辅沈相最得意的门生。好一招打草惊蛇！江流瑶知道我们在查令牌，索性先发制人，用我四叔的命来敲山震虎，逼我交出证据自保。走，去大理寺。四叔，知青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快走！四叔，你别怕，你仔细回忆，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昨夜只是与几个同窗喝酒听曲，中途老鸨进来非要敬我一杯。林四爷，林四爷，来嘛，喝一杯。刘妈妈，刘妈妈，林从彦当众毒杀老鸨，来人，抓捕归案。你四叔中毒了。眼唇微微泛青，脉象虚浮。是微量的曼陀罗，林从言当时就在场，不会致命，但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幻觉和短暂的记忆错乱。看来昨晚厢房里的情况要比你四叔描述的复杂。提前下药，当众犯罪，大理寺仿佛预判了一切，直接无缝抓人。显然这是一场局。四叔，那老鸨临死前可有奇怪的地方，或说什么奇怪的话？他临死前抓着我的袖子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本子。千金阁老鸨手里有账本的线索。周大人，您慢点，天牢路滑。周崇正来提审了，走。林四爷骨头挺硬啊，不过没关系，这大理寺的72道刑器你才尝了3道，画押吧。承认是你毒杀了千金阁的老鸨，只要你画押，本官保证给你个痛快。呸！你做梦！我林家没有杀人犯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人，给他上烙铁，我看他能熬到几时。为了销毁线索，滥杀无辜，陷害忠良，这个账本我一定要拿到手。
我们不去千金阁，来这万柳阁，是为何？千金阁已经被大理寺的官差死死封锁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但万柳阁的老板颜渊是圣京最大的地下情报贩子，千金阁老板的底细，他一定最清楚。林家二小姐，陆阁主，稀客哎。听说林四爷昨夜刚杀了我的死对头，我还没来得及上门道谢，二位倒先找上门了。严老板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四叔是被人下了曼陀罗做局陷害的。那老鸨手里怕不是握着什么要命的东西。林姑娘好敏锐的嗅觉，那老鸨明面上是开青楼的，暗地里其实是一直在替地下黑市那个叫流氓的掮客走私账。他最近赚够了，想金盆洗手，还愚蠢的拿账本威胁了刘母。所以流氓杀了他，顺手嫁祸给我四叔，一箭双雕。若是能拿到那本账册，既能洗清我四叔的冤屈，也能揪出流氓这条大鱼。账册就藏在千金阁老鸨的密室里，但我严某人不做亏本买卖，我凭什么帮你们去淌这趟浑水？严老板，你眼睑无肿，眼球有细微红血丝，手指小动作频繁，这在心理学上是重度神经衰缩和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表现。你夜夜失眠，靠闻重剂量的安沉香强行续命。再这样下去，不出半年，你会猝死。你调查我？这是剑心堂特制的安神疏导方，配合我的心理暗示疗法，能治你的心病。好，成交！小爷就带你们去千金阁走一遭。周崇正搜得很仔细，连地板的砖缝都撬开了，墙壁也被敲击过。难道账本已经被大理寺拿走了？不，周崇正今晚还在严刑拷打我四叔，说明他没找到东西。如果我是老鸨，我知道自己有生命危险，我知道搜查我房间的都是些粗糙的男人，我会把保命的账册藏在哪里？最危险的地方，往往最容易被性别偏见忽略。是梳妆台。女人最在意自己的容貌，每天都会坐在镜子前。但大理寺的男人第一反应永远是撬地板、敲墙壁、翻床底，他们绝不会去仔细端详一面女人用的镜子。绝了，还真有！小心！听雪阁的规矩，敢动我的人，死！入怀，刘寒的老巢在幽灵山疯了疯了！为了半本破账，连命都不要！是镇远侯府的死士，江流雨反应很快，他怕流氓暴露，派人来抢证据。他抢走的只有前几个月的流水，核心账目还在我这里。四叔在大理寺多待一天，就多一分危险。我们今夜就去幽灵山庄会会这个流氓。幽灵山庄可是出了名的活人墓，里面布满了置换的瘴气和心理机关，你们确定要去送死？心理战，他玩不过我。避免意外，先把解毒丸吃了吧。
还我命来，林从彦！你还我命来！是幻音阵，利用山谷风声和回音制造了错觉。该杀！陆怀，你怎么了？陆怀，你醒醒！你中了潜意识催眠！陆怀，听血阁主，你看着我的血！醒来，青儿，我刚才做了什么？你中了流氓的心理催眠。这山庄里到处都是激发人潜意识攻击性的布置。闭上眼睛，跟着我的声音走，不要看地上的花纹。能破了我的七杀迷局，林家大小姐果然名不虚传。千金阁老鸨是你杀的，账本也是你做的，你替镇远侯洗钱，如今又嫁祸我四叔，流氓！你的死期到了！死期？在这幽灵山庄，我就是神！你们真以为自己走出了迷局吗？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化骨水，半个时辰后，你们连骨头渣都不会剩下。呀！是玄铁，劈不开！任何机关都有控制枢纽，流氓是个极度自负的控制狂，开关一定在他触手可及的地方。那就是开关。陆怀，流氓的左手一直在摩挲太师椅的左边扶手，他的眼神不自觉地瞥向那里。距离太远了。物理距离2丈，风向东南。不可能！跑！别杀我！我说，军粮的黑钱都是我经手的，是大理寺卿周崇正让我嫁祸给林从言的。只有周崇正，他背后是谁？是谁？流氓死了，但他的账本详细记录了他如何利用千金阁老鸨洗钱，以及老鸨被杀的当晚大理寺差役出入的记录。周大人，还要继续审我四叔吗？林姑娘好手段，既然真凶是流氓，林四爷自然是清白的。放人！知青，周大人，流氓虽然被灭口了，但线索还没断。你最好祈祷，那只藏在暗处的手不会连你一起灭了。四叔虽然救出来了，但刘满死前想说出的那个人是内阁，周崇正是内阁首辅沈相的门生，这一切都对上了。但账本上的证据不足以扳倒正三品的大理寺卿，我们得找到周崇正的致命软肋。我记得你之前查过周崇正的小舅子，那个患有桃花癫被锁在后院的灵硕。灵硕是当年太傅孙女受辱案的关键证人，也是周崇正要挟太傅的保命符。只要灵硕出点状况，周崇正必乱。嘿嘿，姐姐漂亮，姐夫不让我说，不说。真疯还是假疯？若是假疯，这演技可以封个影帝。把公子关好，老爷吩咐了，没有他的手令，一只苍蝇也不准飞进去。是夫人。灵硕确实病得不轻，但我给他下了点吐真药，他迷糊中念到了一句话：账本在姐姐的肚子里。肚子里？林夫人？难道周崇正把贪墨军粮的绝密账册缝进了他夫人的衣服里？林夫人最常去的地方是哪里？
城外的感业寺，他每月初1、15都会去求子。佛像的肚子里，那是一个天然的中空容器，而且没人敢去砸佛像。我立刻派听雪阁的人去感业寺查探。不用去，既然我们能猜到，江流韵也能猜到，我们只需要把有人去感业寺砸佛像的消息想办法透露给周崇正。打草惊蛇，只要周崇正一慌，他就会自己去转移证据，到时候人赃并获。流氓死了，但林知清和陆怀似乎盯上了周崇正和凌硕。哼，凌硕那个疯子知道的太多了。周崇正这老狐狸自以为把账本藏在感业寺天衣无缝，绝不能让他们拿到周崇正贪污的账本，否则顺藤摸瓜，一定会查到我们身上。去，把凌硕杀了，帮周崇正断了后顾之忧。明白。疯了，那个老匹夫疯了，连凌硕都敢杀，下一个就是我！赶紧趁账册没被拿走，快去取来！老爷，马车已经备好，在后门了，但城门已经落锁。拿我的潼关文牒，硬闯也要闯出去！必须取那本账册，那是我保命的唯一筹码！快！周大人，连夜出城，去哪儿啊？大理寺卿弃官私逃，按大圣律当斩。周大人，把军粮案的账册交出来，我保你一命。你们敢揭朝廷命官？你现在是个死人，只有我们能让你活。夫人，把账册给……那位大人说了，只有你死了才能保住周家。夫君，对不住。不好，人证都死了。没救了，一刀毙命。车里除了金条什么都没有，看来账册被中途转移了。不对，人在极度恐惧下，最重要的东西绝不会交给别人。刚才周崇正说把账册给，如果账册被中途转移，周崇正不可能知道。他吞了东西，帮我挡雨。这是钱通银庄的假字号密钥。这周崇正真是狡猾，既然感业寺放的是密钥，看来账册还在这钱通银庄里。不对，林夫人不是被威胁了吗？那这密钥早该落入江流云的手中，怕不是故意引我们上钩的陷阱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得去金库探探虚实。甲字13号，太顺利了。钱通银庄号称大圣第一铁兵，今晚的守卫却松懈的反常。江流云在感业寺没找到账本，肯定也会寻到这里来，看来还是得小心为上。等等，见血封喉的剧毒，竟和内部连着饥荒，动一寸，毒针齐发。周崇正这个老狐狸，这账册怕是不好取，盒子里要么是炸药，要么是毒气，一不小心就会触发。青儿，
没想到还是让你找到了账册，可惜聪明人往往死得早。这钱通银庄的地下埋了300斤火药，今夜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通风口，炸药需要隐形燃烧的空气，他们一定留了通气口。在那儿。命真大，不过今晚你们插翅难逃。放箭！放肆！你干什么？世子爷得罪了，放了林小姐和陆公子，否则别管我！放箭，杀了他们！射！给我射！谁取下林知清的人头，赏黄金1万两，世袭爵位。爆炸前我把它带出来了，可里面的机关还没解。我来。果然，毒针击骨，触动即发。你身上可有发簪或细针？现在全城戒严，内阁首辅沈相亲自下了海捕文书，说你们伪造证据，意图谋反。看来这沈相是不装了，这是要先下手为强。只要我们还在逃，这本账册就永远是伪造的废纸。听雪阁的暗桩已经安排了出城的密道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不，我不走。父亲蒙冤5年，望舒军残部躲藏了5年。如果今天退了，林从容3个字永远都是耻辱。你疯了！现在出去就是自投罗网，你连皇宫的门都进不去，就会被沈相的人当街斩杀。心理学上有一种破局之法，叫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他们想在暗处捂死我，我就把这件事彻底曝光在全天下的阳光之下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敲登文鼓。这登文鼓，大圣朝已100年未响。敲响鼓者，无论冤屈与否，先滚钉板，再受3杀威棒。你确定？放心，不会让我滚钉板的。林从容，我今天带你的女儿，为你洗清冤屈。大胆狂徒，竟敢擅敲登文鼓，拿下！林家余孽伪造朝廷机密，意图煽动叛乱，就地格杀，勿谓言之不预。太后懿旨，刀下留人。太后有旨，登文鼓响，天下皆闻。命林知清即刻上殿，面见圣上，陈诉冤情。谁敢阻拦，以欺君处处。臣遵旨。进了金銮殿，你会发现那里比地狱更可怕。沈相，地狱的门已经开了，就看今天谁先进去。看来得通知听学阁所有暗卫，进入最高戒备了。罪臣之女林知清状告内阁首辅沈相，镇远侯府结党营私，倒卖北境军粮，通敌叛国，致使我父林从容含冤而死。5万望舒军
魂断边关！一派胡言！皇上，此女患有风疾，因退婚一事更对臣心怀怨恨。她手中之物纯属伪造。呈上来。哼，好个林之清，你竟敢拿一本无字天书来戏弄朕！皇上明鉴，他分明是藐视朝堂，罪该万死。账册怎么了？是空白的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拼了命拿回来的，就是一堆白纸。从金库拿到锦盒后，你一直贴身保管，中途没有交给任何人，除非周崇正放在锦盒里的本来就是假的。不对，如果他放的是假账册，没必要机关算尽先去感业寺藏一把钥匙，更无需将一堆白纸放在一个满是机关的锦盒中。等等，有一种可能，密写术。密写？凝粉水醋米汤，写在纸上干了以后字迹消失，遇热或遇水才会显现。试试便知。不是热血。真的有字。遇水显形，周崇正果然留了一手。皇上息怒，周崇正生性狡诈，为了防备同党灭口，使用了明矾水书写，恳请皇上赐微臣一盆清水，账册真伪，一验便知。皇上，臣从未参与此事。下跪时右腿先弯，重心偏移，这是典型的防卫性动作。看来江流云所做都是受了镇远侯的指示。肯定是我这逆子背着我做了什么。父亲，侯爷，你在害怕？你呼吸急促，瞳孔放大，额头出汗，这叫急性应激反应。如果你是冤枉的，你第一反应应该是愤怒的反驳我。可你呢？你急于向皇上辩解，急于把亲儿子推出来当挡箭牌，因为你知道，这本账册上写的是真的。你个妖女，胡言乱语！侯爷，我父亲从前常提起一个人，说那人少年时与他并肩杀敌，还替他挡过一刀，是生死之交。我想问问侯爷，那个替我父亲挡刀的少年将军，是怎么一步步变成沈相的一条狗，变成害得我父亲背上通敌叛国骂名的帮凶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！你以为我想吗？我不是人，可我没有退路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军粮是神。啊！父亲！皇上，老臣万死！没想到镇远侯贪赃枉法，通敌叛国，陷害忠良，死不足惜。老臣一时激愤，殿前失仪，请皇上降罪。好狠的手段，当堂杀人，斩断一切线索，用一个殿前失仪的罪名换取自己全身而退，不愧是内阁首辅。沈相，你放肆！老臣对大圣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。既然镇远侯的罪证确凿，老臣只恨不能早日察觉。老臣恳请皇上下旨，抄没镇远侯府。护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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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志清，你以为一本破账册就能扳倒老夫？镇远侯死了，死无对证，你拿什么指控我？沈相，演够了吗？皇上，臣女在西郊废庄截获了这枚令牌，这枚令牌可号令内阁暗卫。5年前绕过3死，将伪造的通敌信件直接送呈御案的，正是这枚令牌的主人。
贺文暗令，沈清秋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既然皇上已经认定是老臣，那老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。不好了，城防营叛变了，他们包围了皇宫。皇上，这大圣的江山也是时候换个人来做了。沈相，你谋划了这么多年，就为了今天？林知卿，老夫承认你是个不可多得的奇才，可惜你站错了队。今日不仅是皇帝，你还有你们林家所有挡在我面前的都得死。沈清秋，你以为只有你在城防营安插了人手吗？听雪阁，你居然敢动用江湖势力干涉朝政！我不仅是听雪阁阁主，更是殿下的臣子，是这大圣的子民，诛杀逆贼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报，江流运有宫中内焰放行，已经混出城了。他待此时半路袭击了灵府马车，劫走了车上的人。江流运，放心，这里有我和禁军，你去救人。沈清秋交给你了，别让他死得太痛快。走，西郊断崖。江流运，放开他们！镇远侯府已经完了，沈相也完了，你逃不掉的。完了，只要我拿到望舒军的虎符，我就能逃去北狄。北狄的大军已经在边境集结了。林知卿，把虎符交出来，否则我就杀了他们，让你们林家人都给我陪葬。江游云已经陷入了极度的偏执和绝望，此时硬拼，大伯堂姐他们必死无疑，必须攻破他的心理防线。流云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吗？那年上元灯节，我走丢了，是你提着一盏兔子灯在人群里找到了我。你说你会保护我一辈子。闭嘴！你闭嘴！这一切都怪你父亲。如果他能识时务，跟沈相、跟北狄合作，我们的婚约将是整个圣地的佳话。不，真正毁了这一切的是你和你父亲的贪婪。你们被权力的欲望吞噬，杀害无辜，甚至不惜成为沈相的傀儡。江流晕，你真的觉得逃到北狄，你就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吗？你只会从沈相的狗变成北狄的狗。我不是狗，我是大圣的镇远侯世子。动手！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以为扳倒沈相就结束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不！真相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。沈清秋通敌叛国，陷害忠良，现在打入死牢，株连九族。望舒侯林从容追封镇国公，配享太庙。林知卿查明真相，陆怀救驾有功，赐林知卿建新堂御匾，封陆怀龙骧将军。令许你二人自由出入宫闱，遇事便宜行事。臣女谢主隆恩。知卿，谢谢你，不仅解了我的毒，还救了整个林家。以后看我爹还敢大声跟你说话，我就跟他断绝父女关系。小青儿，行啊，如今沉冤昭雪，咱这建新堂的门槛都快被踩烂了。每日来看情绪病的，来报案的，没停过。对，不只是看病，还有查案。世人多有心急，伪装太深。我们就在这建新堂中看透其中伪装，还世人一个清明。林姑娘，求您救救我母亲！别急，慢慢说。你母亲怎么了？我母亲以前好好的，但半年前开始，她总说有人半夜在她床边磨刀，说饭菜里有毒，
说祖母要杀他，可府里上上下下都说没有这回事。太医院来看过，只说是心神不宁，现在连我都认不得了。夜里会突然尖叫，白天缩在墙角，谁都不让碰。大夫说这是离魂症，治不好的。别抢了，别抢了！别抢了！哎呦，老申的这个儿媳妇啊，病了这几年，把整个家都拖垮了。你怎么把你母亲带出来了？万一出什么事，可怎么办？快，送夫人和小姐回去。这老太太丝毫没有一丝担心，反倒是嘴角镇不住的得意。这赵夫人的症状八成跟她有关。赵夫人，您说别敲了，能告诉我是什么声音在敲？赵小姐，你母亲每次犯病前可有什么规律？比如特定的时辰或者特定的声音？哪有什么规律？她发疯是随心所欲的，想闹就闹。有的。母亲每次犯病前，祖母身边的嬷嬷都会来送安神汤，而且每次嬷嬷会敲3下门，每次听到，我的第一反应也是祖母差人来送安神汤了。敲击声诱发恐惧的条件刺激，不是离魂症，这是人为制造的创伤性条件反射。母亲，你别怕，我在。老夫人，您真是好手段。你什么意思？老申好心儿媳妇送安神汤，你反倒污蔑老申。如若安神汤有毒，为何太医院都没有发现，休要扳倒老申？您刚刚从赵夫人身边经过时，刻意将佛珠掩到袖中，为什么？想必赵夫人一闻到您身上的檀香味，这癔症的状况会更吓人吧？那檀香能不能让太医院也验一验？你胡说！老申吃斋念佛，怎么会？您用不着亲自动手，您只需要让身边的嬷嬷每天以同样方式方法，赵夫人再辅以一些能让人精神恍惚的香料，日复一日，不出半年，赵夫人就会患上条件性恐惧反射。用大白话说，她是被您生生吓疯的。别敲了，我不想死。我要写信给父亲。你敢？我是你祖母！老夫人，这可是皇上御笔亲赐的建心堂，用邪术摧残儿媳，逼疯人命。按大圣律，这是欺告夫之父母中的殴骂、残害之罪。来人，绑了，送京兆医衙门。林姑娘，您救了我母亲，把你母亲留在建心堂调养几日，驱除心魔比驱除病魔更难，但只要脱离了那个环境，有至亲之人陪伴，她会慢慢好起来的。报！800里加急北敌，北敌大军破关了！北敌10万大军南下了！快点燃烽火台，关闭九门，全城戒严！快去禀报圣上！北境的防线历来固若金汤，怎么会突然破关？众爱卿可有退敌良策？皇上，大圣这几年连年天灾，国库本就空虚，只怕盛京城难保啊！皇上，难保？朕养你们这群废物有何？再去给朕报！大圣皇帝，我北敌10万且计，此刻距离盛京已不过100里之地。大汗说了，大圣朝廷软弱无能，圣都城崩之日便是屠城之急，连只鸡都不会给你们留下。你北敌撕毁当年定下的盟约，究竟想要什么？只要条件合适，大圣愿与北敌大可化干戈为玉帛。哈哈哈哈哈！化干戈为玉帛，好啊！听闻大圣望舒侯之女是位剑心圣手，大汗颇有兴趣。如若大圣愿将其送往北敌和亲，并附上岁贡粮食10万担，我军即刻退兵50里，秋毫无犯。皇上，
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用一个女子的清白和些许粮食，换取我大圣社稷的太平，免遭屠城之灾，此乃上上之策。臣请皇上为了天下苍生，速速下旨啊！臣等恳请皇上下旨，以全大局。既如此，传朕旨意，册封林之清为和昭公主，即刻送往驿馆备驾，不得有。册封林之清为和昭公主，择日和亲北狄，以结两国之好。钦此。林姑娘，这可是天大的恩典，接旨吧。国难当头，大成满朝文武不思排兵布阵，御敌于国门之外，竟妄图用一个女人去换取他们头顶的乌纱帽和片刻的苟安。这等丧权辱国、毫无脊梁的圣旨，我林之清绝不奉诏。大胆！林之清，你竟敢抗旨不遵，这是诛族的大罪来人！既然他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就给杂公把这抗旨的罪女拿下，五花大绑押上和亲花轿。我听雪阁要护的，我看今天你们谁敢动他一根头发！再往前一步，杀无赦！陆怀，别动手，抗旨是我的事，我不能连累你。青儿，你疯了！金轮殿上那群软骨头已经被北狄吓破了胆儿，他们已经铁了心要拿你献祭去平息战火。你现在一个人去，就是羊入虎口，十死无生。我带你走，天下之大，听雪阁护得住你。羊入虎口，你错了，陆怀，我是去当着天下人的面，亲手扒了那只纸老虎的皮，帮我办件事。好，我在宫门外等你。若半个时辰你没出来，我便杀进去。林之清，你竟敢抗旨不遵！大敌当前，为了我大圣百年基业和江山社稷，你受点委屈去和亲有何不可？你这是要抗旨误国吗？陛下，我父亲林从容当年死守北境，战至最后一人一骑，也从未退缩半步。我大圣的江山是无数将士用血肉铸就的，不是靠送女人换来的。今日您送出一个和亲公主，明日北狄便敢要10座城池。无底线的妥协，永远换不来和平。只会换来得寸进尺的羞辱。好个伶牙俐齿、性子刚烈的女人，不愧是望叔侯之女。我们北狄人最敬佩刚烈之人，不如你我今日在这大殿之上赌一把生死。赌什么？抬上来！这3杯酒里有2杯掺了我们北狄最毒的见血封口，喝下片刻便会肠穿巢烂而死；只有1杯是无毒的清水。林小姐，选择1杯饮下。若还活着，和亲作废，且我军立刻退兵。但若是你选错了，皇上不可啊！若是他死了，北狄以此为借口屠城怎么办？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好，我跟你赌，但你最好向长生天保证，说话算话，否则你北狄人个个不得好死。北狄人可不像你们大圣人，我们个个都是言出必行的汉子。林小姐，这漠北蛇毒发作起来，痛不欲生，选吧。大圣的剑心圣手。人的心理和情绪都会体现在面部肌肉变化上，这就是所谓的微表情。3杯酒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反应，看来不管我选哪杯都必死无疑。使臣大人，不要紧张，我只是手有点酸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本使臣有什么可紧张的？你不敢喝，就立刻认输，乖乖和亲。对我选哪一杯酒，使臣大人毫无波澜，但当我抽回手时，你眼周的肌肉却明显抖动了。看来这3杯酒里根本没有所谓的清水，对吧？使臣大人，你设下这等必死之局，根本没打算给我活路。你迫不及待地想在朝堂上杀了我，不过是为了施压，因为你急了。一派胡言！我10万大军压境，兵强马壮，我有什么可急的？既然你识破了计谋，那和谈彻底破裂。大圣皇帝，
你等着明日我大军屠城，鸡犬不留吧！林知青，你图一时痛快砸了赌局，难道真要拉着满城百姓给你陪葬吗？皇上，各位大人，睁开你们的眼睛看清楚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你在朝堂上大声喧哗，步步紧逼，看似嚣张不可一世，实则是心理学上的虚张声势。你刚才在殿内，视线会不自觉地飘向殿门外。你在焦急地等消息，对吗？胡说！北狄今年遭遇了100年难遇的雪灾，牛羊死绝。你们所谓的10万大军，根本就是强弩之末。你们的粮草早就断了。你们陈兵边境却不直接攻城，是因为你们根本没有持久战的后勤。你们虚张声势，不过是为了逼迫皇上和亲，骗取大圣那10万担的嫁妆粮草，好拿回去度过这个寒冬。我说的对吗？好个狡诈的蛮夷，竟敢炸朕！来人，将这狂徒给朕拿下！林知青，你坏我北狄存亡大计，我向长生天发誓，你绝对活不过今晚！林知青，你竟敢断了我北狄的活路，今晚只能送你去跟你的父亲团聚了。给我上，把他杀了西岐！听雪阁暗卫听令，抓拿北狄乱党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北狄犯我边境，伤我大圣子民，是时候反击了。呸！大圣的酷刑，老子早有耳闻。想从我嘴里套出北狄的消息，做梦！酷刑太低劣了。心理学上有一种审讯方式，叫做囚徒困境与信任瓦解。听说你是这次南下的头号功臣，可你们大汗怎么偏偏派你来当这个九死一生的和亲齿臣？你们大汗生性多疑，刻薄寡恩，不管你能不能拿到这10万石粮草，他都会借大圣的刀除掉你。你对北狄忠心耿耿，可惜在他的棋盘上，你早已是一枚死棋。你胡说！大汗绝不会这么对我！你躲什么？你怕了？因为你的心里比谁都清楚，我说的句句是实。告诉我粮草的位置，我保你所有部下不死，隐姓埋名。你若不说，我现在就把你的脑袋砍下来，装进匣子里，送到你们大汗面前。你放心，他连一滴眼泪都不会为你们流，你们死的一文不值。落雁谷，我们把最后一点保命的粮草全藏在了落雁谷。那不是林知青吗？他怎么敢跑到午门重地来？他不要命了吗？臣女林知青携北狄10万火急之绝密军情，午门叩劝，求皇上开恩召见。竟是失传已久的望舒军虎符。大圣军规第1条，凡持虎符领10万火急军情者，无视品阶性别，皆可直达天庭。若有阻拦延误，以叛国罪论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速去禀报皇上！宣林知青觐见。臣女林知青叩见皇上。林知青，午门叩阙非同儿戏，谎报军情可是欺君之罪，你可知罪？臣女知道。既知，军情何在？回皇上，北狄使臣昨夜已经招供，他们此次南下劫掠囤积的粮草，尽数藏于落雁谷。荒唐！北狄使臣向来嘴硬如铁，岂会将这等机密军情轻易吐露于你一个弱女子？北狄连年犯边，百姓水深火热，如今正值白灾，若能夺其最后粮草，便可一举荡平北患，永绝后患。皇上明鉴，她一深闺女子，如何懂军国大事？这定是北狄诡计，诱我军出城伏击，万不可上当啊！诱敌深入，
侍郎大人，先前你力主和亲，如今又拼命阻挠出兵，您是不懂军事，还是与北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往来？竟这般不愿我大圣开战，不愿我大圣赢。就算落雁谷真有敌军粮草，那地方三面环山，易守难攻。如今荆棘不宁，精锐尽数上了城墙，无将可派，无兵调要。难道让你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去送死吗？臣女愿继承王父遗日，守边关太平。5年前，望叔军遭小人构陷，主帅战死，但军魂未死，血性犹在。5000望叔残军此刻已在城外10里坡待命，只要皇上准许，臣女愿率残军趁夜奇袭落雁谷。不可啊，皇上！5000残军对10万北狄，以卵击石，若是劫粮失败，制怒敌军，恐酿成滔天之祸。皇上，臣女愿立生死军令状，3日之内，若不能烧毁北狄粮草，逼退北狄大军，臣女愿将项上人头悬于承天门外，以谢天下。好，朕就给你3日，传朕旨意，竟即刻点兵出城，奇袭落雁谷，不成功便成仁。青儿，落雁谷地险恶，北狄为护住那批救命粮草，必定沿路设下无数民调暗堡，5000人强攻，伤亡必重。听雪阁暗卫会先行探路，拔除外围所有暗哨，为你们撕开一条直抵粮草大营的口子。听雪阁之恩，望叔君没齿难忘。全军听令，听从大小姐调遣，人衔末，马裹蹄，不破敌营，誓不回头。青儿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必生死相随。这第2日都快过完了，落雁谷那边连一丝火光都没见着，连个报信也都没回来。一介女流带着5000残兵败将去打人家10万大军重兵把守的粮仓，鸡蛋碰石头，自寻死路。就是，我看那林之清就是个疯子，仗着会点妖言惑众的把戏，就敢在金銮殿上立军令状。等明天正午3时之夕一到，我倒要看看皇上怎么把他的脑袋割下来，挂在承天门上。不能慌，林之清，越是绝境，越要冷静。外围的眼睛全清了，下面是重兵驻扎的核心区，暗卫的渗透就到此为止。接下来的强攻和点火靠我们了。秦将军，传令弟兄们，目标只有粮草，绝不恋战，把猛火油全部备好，听我口令，盗火点燃，立刻撤退。是，大小姐放心，为了大圣，为了百姓，为了望叔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皇上，3日之期已到，前线依然毫无音讯。事实证明，那林之清根本就是个满口胡言的妖女，谎报军情，纸上谈兵。如今北狄大军迟迟等不到使臣回归，定然已被彻底激怒。皇上不可再等了，若不立刻将林之清斩首示众，将其全家治罪，以平息北狄怒火，我圣京必遭屠城之祸呀！请皇上即刻下旨除去妖女，以平敌怒，保全大局。传朕旨意，林之清谎报军情，罪无可恕。传令前线，若见其人，即刻拿下，林家一并查封。午时3刻，若无捷报，相关人等斩首示众。奉皇上口谕，林府众人即刻拿下，押赴承天门后斩。谁敢动我林家之人？林之清在金銮殿上立了军令状，如今3日之期已到，前线无捷报，皇上震怒，满朝文武齐声请斩，末将不过奉命行事，得罪了。知青不会有事，他一定在回来的路上。时辰马上就到了，林之清狂妄自大，从盛京快马加鞭到落雁谷，就算是800里加急，不眠不休，也需要整整2个时辰。现在距离午时3刻只剩不到半个时辰，落雁谷毫无动静，他彻彻底底的输了，大圣的国运险些毁在这狂妄女子手中。各位大人，林之清一死，只要我们向北狄低头和亲，大圣就能活。皇上，知青为国出征，生死未卜，朝廷却要诛其满门，天理何在？皇上，林家妖女死到临头，其家人还敢咆哮朝堂，简直丧心病狂！禁军听旨，午时3刻一到，立刻行刑。
知青不是那种鲁莽的人，从他二哥犯案就能看出来，没有把握的事情，他不会立下军令状。我相信知青。罢了，无论如何，我们林家问心无愧。53刻已到，行刑，立刻行刑！刀下留人！800里红旗大捷，知青大小姐亲率5000望蜀军奇袭落雁谷，火烧敌营，北敌最后10万担粮草付之一军。大火烧了整整1天一营，北敌10万大军军心崩溃，不战自破。秦复广亲手斩下北敌主将首级，敌军残部已全线退回关外。大胜胜了！大胜万胜！打赢了！我们打赢了！不可能！一介女流带着5000残兵，怎么可能烧了10万大军的粮仓？完了，全完了！皇上，北敌粮草已尽，大圣亡国之危已解，臣女立下的生死军令状兑现了。现在是不是该算一算这些天在朝堂上蛊惑圣听、为敌如虎、出卖大圣尊严的软骨头的账了？林家女知青虽为一介女流，却有惊天为地之才，火烧敌营，解我大圣亡国之危，此等不世之功，朕若不赏，何以面对天下万民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林家长女林知青智勇双全，特册封为北境征伐副帅，赐天子佩剑，带领秦副将统领5万兵马，即日乘胜出征，痛击北敌残部，收复失地。钦此。皇上圣明。臣女领旨谢恩。不知皇上要如何处置？户部侍郎，微臣该死，微臣被贼人蒙蔽，绝非有意呀，皇上。你为敌如虎，罪不容恕。但朝廷正值用人之际，朕便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传朕旨意，命户部侍郎亲任北境都运使，即刻启程，随大军一同北上。若有粮草不济、军需短缺，朕定斩不饶。微臣叩谢皇恩，微臣定不负皇命，定在北京全力配合林副帅，绝无二心。看来皇帝这是要保户部侍郎来压制我。今日在金銮殿上，皇上明面上是顺应民意封我为出征副帅，实则是害怕我留在盛京会凝聚出不可控的势力，想趁战将我放逐，甚至是不惜把户部侍郎也派去北京，以此来制衡监视我。小姐，雨这般大，您怎么开着窗？明日就要出征了，好歹歇一歇。牧神，你觉得皇上为何派我去北京？奴婢不敢妄议圣意，只是小姐和侯爷都是立了大功之人，却都被派去苦寒之地，奴婢替小姐和侯爷不值。值不值得不在别人口中，在我手中。北境虽险，却未必不是给了我另一条路。去备行装吧，明日一早大军开拔。是小姐。父亲，您当年走过的路，女儿今日也要走一遭了。此次出征，是生是死，不管是什么，我都记着。殿下，殿下，万一被人看见，可这事除了殿下，谁能救我呀？殿下，林知青那个贱人今日在金銮殿上当众发难，若非皇上以都运后勤军需为由，强行把微臣派去北京，只怕微臣现在已经身陷大理寺了。殿下，
你这条狗，是怕全天下不知道你是东宫的人。殿下恕罪，殿下恕罪。你以为父皇派你去北京是保你？父皇是不想让林之清留在京城夺了皇权的事，你不过是顺便塞过去的一颗棋子罢了。不过棋子也有棋子的用处。去背境行军，道路坎坷，绝谷长廊，狂风漫天，多的是不知来路的西域山匪与北狄溃散的残兵，死几个人太正常了。姑会把东宫最精锐的死士全数派给你，行军路上找一个荒郊野外干净利索，罪名就推给北狄伏兵。可是林之清一死，前方大军群龙无首，而你手握姑给你的死士，正好能顺理成章的以平乱救驾之名强行接管望舒军与北境军权。只要握住了军权，姑的储君之位便稳如泰山。听懂了吗？微臣明白。臣定在塞外行军途中，让林之清死无全尸。秦将军，我们要走多久才能到？少说半个月。风雪太大，本使风寒入体，实在撑不住了。前锋营随我在此休整，等后续大部队。侍郎大人，兵贵神速，此时停下，便是给北狄残兵喘息之机。你若走不动，留下一队兵马护送你。前锋主力必须穿过绝谷。林副帅，本都是为大军着想。这等天气强行穿谷，一旦遇伏，遇伏？侍郎大人说的对，这个鬼地方确实最适合伏击。不好，有埋伏！是北狄士兵！全都住手！别上得当！他们根本不是北狄人。什么？可他们穿的确实是北狄皮甲。北狄人自幼在马背上骗不了人，即便是步战，也是管用右腿发力侧冲，双脚马步成内八字。而你们这群人，冲锋时大腿肌肉紧绷，双脚脚尖齐齐向前，这是大圣禁军和东宫卫队特有的重步兵冲阵步法。你们拿着北狄的弯刀，用的刀斧却是大圣的破风八刀。你们根本不是北狄残兵，而是受了某人的打点，想借着这场暴风雪和北狄的名头，让我林之清死在塞外。对，既然被你看穿了，那就更留你不得。兄弟们，主人有令，林之清一死，通通赏万金，封万户侯，给我杀，一个不留！我知道你在。回去告诉你的主子，下次多派些人来。整队，就地休整。北京要塞守将何在？此乃出征副帅林之清。朝廷的大人们，
兄弟们在北境吃风宴杀，流血牺牲，好不容易等到大捷，你们竟派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世家女子来当副帅，怎么派个女人来骑在我们头上，强兄弟们拿命换来的军功吗？放肆！林之清是皇上亲封的副帅，手握天子宝剑，你们敢对主帅拔刀，以谋反罪论处！诸位将士，方才将军提起强抢军功时，眼角向内收紧，双拳攥得指节发白，眼眶里有压抑不住的泪光。这不是贪婪，而是极度的不甘、痛惜与委屈。因为你们害怕朝廷不公，害怕死去的兄弟被遗忘，可你们被京城的流言蒙蔽了。落雁谷大捷，火烧敌营10万粮草，是我林之清亲率5000望蜀军打下来的。我来北京，从来不是为了躺在你们的功劳簿上加官进爵。你说的这些，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诓骗我们的？大胜的江山是你们用血肉和白骨铸就的，朝廷可以不公，但军功不容践踏。我林之清今日踏入北境，是要带你们踏碎北狄最后的王庭，把丢失的疆土一寸一寸亲手拿回来，替死去的兄弟拿回属于大圣军人应有的尊严和骨气。我们守了3年，3年死了多少弟兄？朝廷没有送来1粒粮、1锭银、1个援兵，现在大捷了，你们来了，你让我怎么信你？将军不信我无妨，但这面镜子是我父亲望舒侯留下的，他的骨头埋在北境的洞土里，我也是北境的女儿。望舒侯，报！北狄残部纠集3万骑兵，已越过黑水河，正向北境要塞杀来。北狄杂碎，这是看准了朝廷派了个女人来当我们的主帅，想来捡漏，把我们一网打尽。不对，如果是主力决战，他们应该合围，应该步步为营，而不是在暴风雪最猛烈的时候孤注一掷的冒死突袭。这是强弩之末的豪赌，他们快饿死了，粮草被烧，主帅被杀，使臣被擒，军心本就不稳，如今冒死突袭，是想利用暴风雪和我们内讧的假象，打一场心理闪电战，逼我们弃城。传我将令，全军不许死守，随我开城迎战。今天本帅就用你们那个女将军的血来祭我大敌神灵，冲啊！众将士，随我杀！诸位将士，听我说，北狄新帅看似凶猛，但他方才狂吼时，声音带着干瘪的沙哑，每一次挥刀后，肩膀都在剧烈起伏，这是极度饥饿、体挠耗尽的虚张声势。他们打不了持久战，大家撑过这3轮冲锋，他们的战马就会成批倒下，他们的底牌已经打光了。杀了他！给我杀了这个妖女！林帅威武，兄弟们，北狄杂碎泄气了，杀！告诉你们残存的部众，无条件投降，撤兵50里，有事不得犯我边关，否则这里就是你们3万铁骑的葬身之地。调虎离山。是埋伏在城里的余孽，兄弟们，给我杀！你们此时突袭内城，到底是什么目的？这毒药
竟与碧落、赵嬷嬷一样。这不是北狄人，这是东宫的令牌。太子？怎么会是太子？为什么要烧自己的粮仓？内政有变，跟我来。知青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方才若不是严阁主，我们险些就被那些黑衣人灭了口。严阁主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圣经出了什么事？林姑娘，林家和万柳阁都被东宫端了。阁里的信蛇死前拼死把这份东西送到了我手上，我这一路上被东宫死士追杀，只能来北京投奔你们。这是5年前兵部、户部积压的军资账目真迹，上面密密麻麻盖的全是东宫太子的私人印记。快，我们得回去了，有人提前回京了。原来如此，所有的一切全是东宫布下的局。看来东宫那位在下一盘很大的棋，望舒侯、内阁首辅、镇远侯、大理寺守卿，所有的都是他棋盘上的棋子。外敌已溃，内鬼已现，今边界大捷，北狄退兵契约已拿，加之这份东宫的铁证，我们可以回盛京收网了。东宫和户部侍郎想利用这场边境战火，在荒郊野外把我林知卿和边防5万将士彻底捂死灭口。我们就带着边界大捷和这份铁证杀回盛京，把朝堂上的贪墨和肮脏彻底曝光在天下阳光之下。全军听令，拔营回京。出征副帅，望舒军统领林知卿殿前觐见。启奏皇上，北狄一战，臣女已率军踏碎敌军最后的妄想，此乃北狄无条件退兵，撤军50里，永世不得犯边之契约，大圣亡国之危彻底解除。外患已除，臣女还有一本，要参东宫太子殿下。林知卿，你参太子何事？若无实据，便是欺君，朕定斩不饶。父皇，儿臣对大圣忠心耿耿，对父皇孝顺有加，此女仗着军功肆意妄为，竟敢在朝堂上构陷储君，其心可诛。殿下，你现在高声反驳，左肩无意识下沉，右手大拇指正死死扣住右掌，在犯罪心理学上，这是秘密即将被戳穿时极度焦虑，试图通过抓握硬物来寻找安全感的防御动作。殿下，你在害怕？荒谬！孤乃大圣储君，何惧之有？皇上，臣女要参东宫太子5年前勾结北狄，私吞军饷，罗编冤狱，构陷忠良。5年间利用地下黑市洗钱，培植私兵，甚至意图弑父篡位。林知卿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臣女每一个字皆有铁证。5年前，我父望舒侯战功赫赫，手握重兵，殿下为了暗中筹结篡位军饷，指使镇远侯与沈相将北境军粮调包。我父发现端倪，殿下便指使沈相与镇远侯抢先下手，用伪造的通敌信件罗织罪名，害我林家家破人亡。空口白牙，沈相和镇远侯皆已服侍，你不过是把死人的罪名往孤身上扣。死人确实不会说话，但洗钱的痕迹抹不掉。你扶持地下黑市的流蛮，让大理寺卿周崇正利用千金阁掩人耳目，将私吞的军饷源源不断地送往幽灵山庄，转化成你的私兵饷。当臣女开始调查真相，殿下慌了，于是你唆使林静雅利用碧落、赵嬷嬷在府内构陷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用林家内斗的死局，将臣女死死定在盛京，好给你们争取时间销毁通敌铁证。荒谬！这些案子早已结案，你根本没有证据。皇上，臣陆怀已将沿路刺杀林副帅的死士尽数诛杀。从他们身上搜出的东宫令牌，
在此，另外臣还带来了一位证人，代户部侍郎。皇上饶命啊！全都是太子指使的，是他给了微臣东宫死士，让微臣在绝谷长廊设伏，务必将林之清和5万将士彻底灭口。太子说林之清一死，大军无首，微臣便可顺理成章用东宫死士接管兵权，求皇上开恩啊！逆子，你真的？逆臣构陷本宫，给我杀了你！殿下，你此时殿下行凶，在心理学上叫做毁灭性防御。当你自以为完美的布局被彻底撕开，你无法接受失败，只能企图通过消灭证人来维持你虚妄的掌控感。但你以为你的罪行仅止于此？孤已是储君，这江山迟早是孤的，孤何须通敌，何须篡位？因为殿下等不及了，皇上。因这3年来龙体日渐衰败，健忘多疑，太医院皆说是操劳国事所致。但臣女查过您的起居日和御药残渣，太子暗中买通太医，在您的安神补药中，长期掺入了微量的朱砂与曼陀罗。这种曼毒能让人精神恍惚，多疑易怒，直至神志不清。他要逼您禅让，他要弑父篡位。这悉心教导你20年，你竟要弑父！20年，你在这个蝼蚁上坐了整整20年，我也当了20年的傀儡。你多疑，你自私。望叔侯不过是功高盖主，你便顺水推舟除掉他。如今林之清立了功，你又迫不及待想把他放出。大圣在你手里迟早要完，只有孤才能带领大圣横扫漠北，一统天下。拿下，剥去他的华服，贬为庶民。3日后赐死，打入天牢。所有同党株连9族。老不死的，你赢了又如何？大圣在你手里也气数将尽了。林之清、陆怀，孤在阴曹地府等着你们。林之清，袭元有功，救驾有功，本应加官进爵，然女子干政，大圣100年未有，足智难为。皇上，若非林父帅智勇双全，北境已破，圣定已亡。若朝廷因性别而埋没不世之功，何以面对5万守边将士？何以面对天下的万民？臣等恳请皇上打破铁律，重赏功臣。传朕旨意，即日起破除大圣女子不得干政之铁律，册封林之清为大圣第1位建昭君，手执天子剑，掌管建心堂，上可见百官之中间，下可平百姓之冤屈。见此剑，如朕亲临。臣女林之清，领旨谢恩。知青，如今我爹逢人便夸你是林家的骄傲，以后看京城里谁还敢欺我们林家？小青儿是我们大圣的骄傲。建昭君大人，如今你这建心堂的名声可比我们万柳堂还要响亮，以后有什么难办的心理奇案，可得带上严某啊。陆阁主，今儿可是有什么不适？陆某的心疾似乎越发严重，太医说此病无药可医。哦，那本建昭君倒要听听是什么病。此病名曰相思，不知建昭君大人可愿用余生来医治陆某这颗心？陆怀，从今往后，知青妹妹就托付给你了。你要是敢冷堕她、算计她，我们林家绝不放过你，听明白没有？林姑娘放心，就咱建昭君大人这剑心能力，陆阁主一点点坏心思都不敢有，还算计。李成，送入洞房。青儿，从5年前我父亲奉命参与调查望舒侯案那一刻起，我们的命运就连在了一起。我见惯了盛京城里的尔虞我诈，没想到会遇见你，并爱上。和清酒以下，昭君大人这辈子可就再也没有反悔的机会了。陆怀所有微表情都在说同一句话，他爱我，毫无保留。